增进认知，实现自由。朋友们，这里是老管解牛。今天的世界经济正在进入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动荡的时代，高墙正在竖起，东西方两大经济体系正在发生激烈的摩擦与对抗。此外呢 ，AI 智能技术正在深刻改变经济形态，而世界各国各地各种激烈的社会情绪也在此起彼伏的爆发。在这样一个动荡的大时代，普通人作为一个渺小的个体，我们应该如何适应？我们的家庭资产应该如何配置？那你该持有人民币还是美元呀？该投资股市还是银行存款呀？那你该投资中国股市还是美国股市还是欧洲日本啊？那你投的话怎么投呢？今天呢，老管就对这些实际问题做一个务实可行的深度分析。那所说的家庭资产配置是指什么？要配置的资产是指我们家庭积累结余的钱，是很长时间里，比方说10年以内你都不会用到的钱。那这些钱呢，是我们长期积累性的自由储蓄。配置就是说把这些钱要投资到一些什么样的资产上，让他们能够长期的保值增值甚至呢能够取得很不错的收益，那至少不要掉进亏损的大坑里嘛。那假如我手里有一笔钱，比如说3年、5年5、6年以后我要用给孩子买房或者说到时候我有一笔债要还，那又或者说呢我是准备要出国用的一笔资金，那这样的钱呢它叫用途锁定的资金。那这类钱呢，最好就老老实实的找个安全的地方存起来等着几年后用。那在中国呢，恐怕那就是银行存款或者是非常安全的这种银行理财了。那在欧美可选择的余地可能更大一些，比方说很多保险公司的这些理财产品比较稳健的那些。那这不是我今天要讨论的重点。那么现在我们讨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的长期的自由储蓄的钱应该怎么配置。对这些钱做出投资配置，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当然是要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那么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从总体上看有2种方法。那一种呢叫靠运气赚钱，那另一种呢叫靠确定性赚钱。那靠运气呢是说在投资上在决策上主要是靠自己没有认知到的一些运气事件赚到钱，而不是靠自己被证明正确的预见和判断来赚钱。那靠运气赚钱是很厉害的，我这里可不是批判说靠运气赚钱，或者我根本看不上靠运气赚钱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太多人都是这么赚来很多钱的。你比方说中国过去20多年的房地产大牛市，那很多人在里面赚了大钱那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不是因为从一开始就看清了说房地产跟这个经济制度货币政策以及最重要的这个人口结构变迁之间的这个关系而决策买入或者是卖出的。那房地产开发商其实也一样我回头呢会专门制作一个影片来讲解这些房地产大佬们他们的这个魔幻的财富故事。你听完以后你就会对他们看得更清楚了。没几个人是真正靠自己的正确的判断做出这个投资决策，然后富起来，然后又保住财富的。绝大部分都是误打误撞上了时代的红利这班快车，然后呢又加上自己的一些特别的能力他就成为了巨富。所以中国在文化里头根深蒂固都有一种认识，就是生死由命，富贵在天。那这也是为什么风水算命在中国是那么令人痴迷的原因了。那靠运气赚钱很厉害，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运气这个东西，你既看不清它什么时候来，你也看不清它什么时候走。它来的时候可能会给一些人带来泼天富贵，但它走的时候也经常非常残酷，让一些人倾家荡产。你看那些房地产大佬们，那很多人他因为没有及时从这个快车上下来你看最后落得倾家荡产，或者是背负巨大的债务苟延残喘。比方说许家印那都已经进去了，那王健林孙宏斌胡宝森这些
那都背着巨额债务，现在累的是实在是喘不过气来。那也确实有极少数啊具有超人眼光，那洞若观火，他们抓住了机会，又在这个地产大崩盘前平安撤离，保住了财富。那这样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啊！比方说潘石屹、李嘉诚，这是典型的两位了。那所以呢，靠运气赚钱虽然很厉害，但是它不可控、不可测，你甚至一不小心有可能掉进大坑，你再也无法翻身。那我对运气的理解啊，我是觉得运气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有运气来当然很开心了，那没运气来呢，也不要埋怨。那么我们不能把未来的这个资产增值寄希望于运气。那让我最痴迷的是另外一个途径，就叫靠确定性赚钱。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多数人希望追求的方法。那今天呢，我的重点就是讨论这个方法。那什么叫靠确定性赚钱啊？那就是说，一个机会，你凭借自己的正确认知分析判断，你把它识别出来了，果断出手，然后呢，你赚到了不错的收益。你说那这好啊，可控、可预测，那稳稳当当的赚到钱呀。那没错，这个路径啊，我认为是财富人生的最高境界了。那有朋友可能说，老关你胡说，世界上赚钱机会哪那么容易啊？谁有本事看到这个呀？哎，那还真有一些人做到了。那当然，他们占的比例在所有的富豪当中是非常低的。那在这些人当中把这个确定性致富的方法玩到最顶级，而且也是我们普通人最具有可学习性、可模仿性的，就是巴菲特。很多人一听巴菲特，立刻哎呀，老套，你耳朵这都磨出茧子来了，没什么用啊！错了，大错。那媒体上、网络上天天报道巴菲特，但是真正理解巴菲特的方法和他的思想的，凤毛麟角。凡是真正理解的，他们都用同样的方法慢慢富起来了。那这样的案例太多了。那还有人说巴菲特也是靠运气、靠时代红利，没法模仿。哎呀，这个认识就太错误了。那我们今天不争论这个我呢就用这个确定性致富的思维，为我们普通人提供一个可认知、可操作的现实思路供大家参考。那还要注意这里有一个认知陷阱，就是一个人靠运气赚了钱，他以及那些旁观者都很容易倒果为因，说哎呀，这个人肯定是判断很准，很有投资眼光否则他怎么能赚到那么多钱呀？哎呀，这个陷阱要千万提防。太多的人掉进这个陷阱不能自拔，过度自信，最后又凭本事把靠运气赚来的钱给亏得干干净净甚至倾家荡产，这种案例太多了。可供我们配置投资的资产，主要就包括现金、股票债券、基金、房地产、黄金，以及近10几年来出现的加密货币。那从确定性致富的角度，我接下来分别分析一下这些选项，然后看我们作为普通人应该把鸡蛋放在哪些个篮子里。那这里我说的普通人是指在金融投资领域你没有特别精专的研究的这些人那如果你在这个领域里头有独特深入的研究，那另当别论。我今天的内容呢，主要是给普通人做参考的。现金的主要形式呢，就是人民币、美元以及其他货币。那现金的特点就是它不会增值但是如果通胀来了呢，它会贬值。那当然，如果通缩了，它又会升值。我前面的视频也都分析了，人民币相对美元是有升值压力的。那么，假如我在中国大陆生活，假如我手头有不打算拿去投资的现金，那么我肯定会选择持有人民币，我不会换成美元。但是假如我这些钱要考虑拿去投资的话，那就不一样了。那我就会考虑这个投资收益和这个人民币升值之间哪个可能更划算。那又如果我是在中国以外生活，那我也不会说把美元换成人民币来赌这个汇率升值，因为我觉得第一呢，这个升值的这个幅度其实并不会很大。那第二呢，就是汇率的升值贬值这个事件的可预测性其实是比较差的，也就是说确定性比较低。那尽管我判断人民币未来有升值压力，
可是概率会是多少啊？那比方说，也许我觉得是70%、80%，那既然概率70%、80%，那是不是应该赶紧下注人民币来赚取这个升值收益啊？不是的。如果一个事件我们主观上判断它有70%、80%的把握，仍然不值得下注，这个赢面太低了。你可能觉得有点惊讶，你70%、80%还低啊？没错，因为你要考虑到我们的这个主观评判是有可能犯错的。如果我们主观上评判是70%、80%，可是我们犯错的概率又是30%、40%，那你这个时候，你这个70%、80%再打个折，你就把握度就太低了。所以说呢，通常我们主观上这个判断的把握度到95%以上，我们才能下注。这就是要给自己留足够的容错空间呀，这才叫靠确定性啊。那我们再来看股票，那投资股票是靠什么赚钱呢？说到底啊，就是2块，一块是这个公司经营好，业绩好，那赚来大量的利润啊，那这些利润要么通过分红或者股票回购啊，最终给到这个投资者手上，再要么呢，它引起股价上涨，让投资者获利。那另外一块呢，就是尽管这个公司它的业绩没怎么增长，可是现在这个市场情绪啊非常乐观，那也推动股价上涨。那这个时候呢，投资者也获利。那这2种获利来源啊，也可能转变为2种亏损来源，那就是你企业经营不好，利润下跌呀，那或者是说市场特别悲观呀，股价下跌。那你说人们买股票亏钱或者赚钱，你到底是靠运气还是靠确定性？答案是2种情况都有。绝大部分人都是靠运气赚钱，少部分人呢是靠确定性赚钱。如果你并不是真的懂一个公司的生意啊，你不懂它的业绩为什么上升或者下降，你买了它结果还赚了，这叫靠运气。那如果你又恰好在这个市场情绪不太好的时候买了，情绪乐观起来，股价涨了，你赚了钱，你也把它卖了，那这呢也叫靠运气。因为这市场情绪是极难预测的，能够预测股市波动的人，世界上200年来还没出现过。那么靠确定性赚钱呢，一个主要的方法就叫价值投资。那巴菲特就是这个方法的鼻祖、教父。他怎么做呢？就是说深入研究一些公司的生意啊，搞清楚哪些公司它的生意是牢不可破的，就是说竞争者呀很难抢走他们的市场份额，那甚至这个新技术出现都无法摧毁这些生意，那么他们呢就会一直业绩很不错，那长期看又一直增长。那么在有些时候，由于这个市场悲观呀，或者业绩暂时不佳呀，那股价造成很低，那这时候你把它买入，而因为它长期业绩持续向好啊，所以等到市场又乐观起来了，或者它的业绩又上来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赚到了它的钱。那这种方法它所依赖的确定性是什么？就是这个公司啊，它得具有极强垄断性的生意。它有了这种极强的垄断性，长期看它的业绩啊就非常稳定啊，稳健上涨。那这叫确定性。那巴菲特呢就把这类公司叫做护城河很强的公司。那么我们作为投资者，你凭借什么才能抓住这种确定性赚钱的机会呢？那就是一点，我们能否真正识别出来这类优秀的公司。你要是真的懂这样的公司，那么你就可以轻松的利用这个确定性来赚钱。那巴菲特市值1万亿美元的伯克希尔公司是怎么滚起来的？主要就是靠这个方法。这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呀，对不对？但实际做起来并不容易。这里最大的难点就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公司是不是真的生意很好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经过一番这个分析判断，这个观点它在客观上是正确的呀？这个呢，就真的是取决于人们的认知水平了。有的人天生就具有很强的商业理解能力，那有的人就没那么轻松，而有的人呢，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学习，忽然恍然大悟，也开始深入理解了一些生意。但是呢，对大部分人来说，你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积累，没有这方面的天赋，也没有对这方面进行研究，那就很难。所以说对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你想通过选择某个股票或某几只股票来达到致富这样的路子呢，它反而就变成了靠运气赚钱了，因为我们的认知水平没到那个地步。
那你说我们普通人难道就没有办法应对这个困难了吗？办法有，而且很简单，那就是投资指数基金。那为了照顾金融小白的朋友啊，我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指数基金。指数基金啊，简单说就是一篮子股票，比如说标普500指数基金，它就是500只在美国股市上市的这个公司股票构成的这样一个股票篮子。这500只股票呢，是整个市场上市值最大的那500只，每只股票在这个篮子里所占的比重呢，就等于这个股票在市场上那500只股票当中的市值占比。那换句话说，这个标普500指数基金就相当于复制了整个市场啊。那么你买这个指数基金与买单只股票它就大不一样了。你买这个股票指数基金就相当于买下了整个美国经济的表现，因为这500个公司是全美最大的500个公司啊，他们的业绩好坏跟美国经济的好坏长期看是紧密相关的。那指数基金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过滤掉了个体公司的风险。那再打个比方说，你买一只股票是买一棵树，而买指数基金呢是买一片森林。一棵树你可能长不大也终究会死掉，但是这片森林永远常青。但要注意买森林也不是随便闭着眼睛买的，地球上有那么多不同地方的森林，差异很大呀。那你要是买中国上证指数基金，你试试，你看过去10年年化收益率是多少1.03%，还不如存款呢。那标普500过去10年的年化收益率多少？13%，差距13倍。所以买森林也必须要好好选。那买森林要考虑什么呀？第一是土壤，第二是气候。土壤贫瘠土层薄，气候干旱，那这样的地方森林能好吗？最要命的是这样一种情况。那我讲个小故事美国有个总统叫林登·约翰逊，就是打越战那个特别有名的那个总统。他的祖先呢就经历了这样的悲惨经历。当时他的祖先呢向这个西部移民拓荒到了德克萨斯在一片看起来芳草萋萋、水草丰美的大草原上开始定居。一开始那些年这些漫山遍野的绿草让他们迅速富裕起来。为什么呢？他们大规模的养牛卖牛就发了大财他们也觉得自己是找到了这个天赐宝地。但实际上这块土地的气候特别脆弱，土层特别薄他们来的那10-20年呢，恰好是雨量特别充沛的一段时期。结果呢，他就误以为这里一直是这么美好的。结果后来呢，就开始进入了漫长的持续好多年的干旱雨水没了，养牛太多，草被啃光了，薄薄的土层就被风刮跑了，露出来了可怕的石灰岩。那地球上像这种气候条件特别脆弱、特别不稳定的地方有很多一点都不罕见可是当时他们不懂这些气候知识，还有这些土壤知识你根本意识不到这个可怕的长期变化。他们还以为那连续的丰年总是有那么1-2年灾年嘛，所以呢他们反而加大投资。那特别是中间偶尔有那么1-2年雨水量大，他们就很兴奋觉得这好日子又来了。他的祖先兄弟们就四处借来大量的钱，买更多的地和牛来饲养希望把过去的损失都给他捞回来，而且还能再次暴富。然而他们没想到，这1-2年过去以后又是漫长的好几年的干旱，最后草地盐碱化了，牛也饿死了。那林登·约翰逊他的祖先的兄弟们就破产了。那你说你要是买了这样的森林，你是不是最后你的投资要全部打水漂那2年前呢，我跟朋友们有一个激烈的争论。我说某个大国现在土壤正在盐碱化，气候正在变差，从投资的角度看必须要寻找新的森林了。但是大部分朋友都嗤之以鼻，你不懂，投资就是赌国运。那现在这个大国正处在国运强势崛起的最好时期，是投资的最好阶段。那我也是笑笑，投资确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赌国运，但是判断什么样的国它未来会有不错的国运并不容易。那这点我后面会深入分析。那除了指数基金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股票基金。那我作为普通人的话，我认为我就不去考虑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些基金都是一些基金经理管理的，他们用这些钱也是去买股票
那我对公司又没什么研究，我也不懂。你说他拿基金的钱去买一堆公司，我哪知道它好还是不好啊？那他说好就好吗？那有人说，很简单，看这基金经理过去投资业绩到底怎么样不就完了吗？业绩好我就买，业绩不行就不买呗。这是个办法，但是呢，你考察他的业绩好还是坏，你一定得考察10年以上，你别只考察个3年、2年、5年。那这个期间他虽然收益不错，那未来怎么样可未必。你知道吗？绝大多数的基金经理，那不管是中国的还是欧美的，都是靠天吃饭。我40多岁了，我在金融领域工作了20多年，这20多年里头，中国基金经理的队伍就换了多少茬啊？你有几个一直保持业绩常青啊？绝大部分都靠天吃饭。优秀的确实有，但是呢，我觉得普通人也很难分辨出来。尤其是那些某1、2年忽然间业绩排名全市场第一的那类明星经理，千万小心，经常都是大坑。所以呢，我作为普通投资者的话，我就考虑买指数基金。那此外还有债券，该不该买啊？债券这个东西啊，其实对普通投资者来说也是挺难的。那债券分为公司债和政府债，公司债券普通投资者就基本别考虑了，在中国你也买不了，它是在银行间交易的。那你对公司没什么研究，它能不能还上钱，你都是没多少概念呀。那凡是那些确定能还上钱的，评级很高的，它收益率也很低呀。那政府债券呢，对普通人要友好一些，没有太大难度嘛，大家都觉得政府债券很安全。但是呢，这个买入时机就非常难把握，你得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利率算是比较高的阶段了，你可以买了，因为这时候它价格便宜嘛。那什么时候它利率算是很低了，你应该把它卖出了，那这并不容易把握。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政府债券也不是说完全安全没有风险啊。那美国国债目前看似乎还没有太大风险，但是这么高的这个国债已经让很多人开始担忧了，你将来会不会还不上啊？这可不是杞人忧天啊。那回头呢，我会专门再讲讲美国国债的问题。那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国债对于普通人来说没有太大意义，除了你用它来做现金管理，就是你短期的钱啊，买点短期的国债，这是非常好的配置。还有就是黄金，那普通人到底该不该买黄金呢？我以前有好几个视频呢来分析黄金啊，这东西研究起来啊，复杂难度还是挺高的，绝对不是说你听听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啊，大局势你就能够决定是否下注的啊。这个东西呢，我觉得风险性，它的波动性也比一般的投资品啊要更高一些。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我觉得还是要慎重。那我个人呢，我对它是不感冒的。那比特币呢，我回头啊会单独制作个视频来聊比特币，所以这里我也不做展开。那房地产呢，很多人很喜欢，我个人啊就不喜欢。那尤其是中国的房地产，那都不用说了，你就基本上可以把它踢出来投资可选项了。我有好几个视频讨论房地产，这里就不赘述了。那美国的房地产呢？我觉得如果你有指数基金，你完全没有必要再去投资房地产。指数基金你不就是下注美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吗？那你投资房地产不也是下这样一种注吗？那对比之下，美国那些最大的那些非常优秀的公司和这个房子来比较的话，谁更能反映这个经济繁荣啊？那当然是这些大公司了。那这里我也不多说了，大家感兴趣我们回头再单独聊。那然后呢，我们来聊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去哪里买森林。那去哪里买森林呢？我们应该买中国的、美国的、欧洲的，还是日本、韩国、台湾的指数基金呀？前面说了，要看土壤和气候。那土壤和气候分别代表什么？人口和制度。人口是土壤，制度是气候。那为什么这么讲啊？先来看人口。人口决定了一国经济长期是增长还是萎缩的这样一个基本形态，这是土壤。人口我们关注什么呢？就是这个国家的青壮年人口，你长期看是增长的还是下降的。如果增长就叫土壤肥沃，那如果在下降，那就是土壤在变薄啊，在盐碱化。那投资寻找好的森林，那肯定是要远离这些土层越来越薄的国家，要去那些土壤越来越厚的国家找啊。那全球来看，土壤问题最严峻的是谁？中国大陆、韩国、台湾还有欧洲。
哎，你说老管你不是落了日本啊？没有，日本青壮年人口原本是非常严重的下滑的，但是你知道吗？日本在2019年采取了非常正确的政策，那就是大规模的引入海外的青年移民，每年都引入50万上下。而日本自然人口原本就是每年减少50万上下的，所以呢，这个每年引入的移民刚好弥补了这个下降。所以我们就看到2020年以后，这个日本经济立竿见影，一改颓势，逐步走出了30年的大通缩。你要说日本啊，这前30年也真是固执，你什么招都用了，利率降到0，甚至降到负的，大规模印钞也印了，大规模财政刺激也刺激了，那国债都已经变成 GDP 的2.6倍了，可是经济还是在不断通缩，而日本呢，就是不想引入移民，那直到最后啊，实在没招了，坚持不住了，才放开移民政策。其实跟日本一样采取这个大量移民来对冲老龄化危机，并取得显著效果的，还有3个典型的国家，那就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3个国家原本也是老龄化比较严重啊，但是即使采取了大量引入移民的政策，这经济上它就没有陷入像日本那样的经济泥潭。你比方说加拿大，由于引入移民太多，还一度造成需求太旺盛，国内呢房地产价格大涨，通胀甚至都起来了，后来又不得不赶紧收紧这个移民口子。那在所有的发达国家当中，美国是青壮年人口数据最好的国家，那中位数年龄只有不到39岁啊。那其实美国它自己的生育率也很低，而且也在持续下降，目前呢也是低于全世界平均水平的。但是你知道吗？美国过去50年一直采取非常宽松的引入移民政策，从1970年代就每年引入100万以上的人口啊，那到了2020年前后进一步放大，那估计每年都在100万到300万之间，这就大大缓解了美国的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啊。可以说这是过去这些年美国经济保持繁荣旺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之一。那美国呢，不仅这个土壤好，它还特别的厚，就是说它这个人口规模特别大，那除了中国就是它最大了。那这个大就意味着你经济规模大，规模优势就凸显出来了呀。那它就能够孕育出来更多体量巨大、运行高效的优秀企业呀，这哪是小国经济体能比得了的？那相比之下呢，中国的情况呢是人口危机非常严重，快速下滑，每年青壮年人口减少1000多万，而且呢，你到现在他也是既不肯鼓励移民，又不肯花钱去鼓励生育。那所以说呢，这个经济的土壤正在快速的盐碱化，土层在快速的变薄。然后呢，就是气候，气候是指好的制度，那这也包括文化啊。那中美对比的话，美国的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上它有更大的优势。那我这里只说从经济效果来看，最重要的2点。第一就是鼓励创新。那今天的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最重要的发动机，那就是科技创新啊。那什么样的国家它的科技创新会长期保持领先呢？必须具备3个条件。第一，它得足够富裕。那贫穷社会它哪有心思搞创新啊？你只有富裕社会，人们才有心思搞那些眼下看起来没什么用的那些新奇的想法，对不对？那这个不用多说呀，你世界上穷国源源不断搞出创新的哪有啊？历史上就没有过。二是呢，它得尊重个体精神，保护个体自由，你能够包容异类，鼓励那些个体按照自己的想法，哪怕是特别异类、特别新奇去发展自己。那这一点美国可以说是全世界做的最好的。你简单举2个例子，那苹果创始人乔布斯， OpenAI 的创始人奥特曼，这2个人从小就是正常人眼里那近乎极端的异类啊。可是你看，美国社会不但给他们包容，还让他们很自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那这俩人要放在高度集权的这种国家社会里，他早就被划为不良少年给再教育去了，怎么可能有机会为社会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呢？你就连马斯克这样的人，你要放在集权社会里，估计你也没有出头之日啊。你天天怼这个怼那个，你集权社会你不得好好修理修理、改造改造啊？
那3呢是人口你还得足够多。你创新本来就是个小概率事件啊，你极少数精英分子创造了绝大多数的重大科技进步啊。那你有2000万人，和你有2、3亿、3、4亿人，和你有10几亿人，这个数量能比吗？美国恰恰是上面3个条件结合的最好的最强经济体。那中国呢，第3个条件也就是人口特别多，那这个条件是非常充沛的。那它的第1个条件就是人们变富，这个呢也差点就具备了。那现在看起来呢，它又在削弱。那第2个条件就是尊重个体自由。那原本呢放在全世界范围来比还勉强凑合，但是最近这10年呢，我们也看到这一点也慢慢的削弱。所以啊，这个中国的创新能力啊，从未来10年、20年来看，我认为呢是面临巨大的这种削弱性的挑战的。那气候好第2点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它的决策是分权式的专家决策机制。那各个领域的决策呀，都由专业的人来做，它不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错误。那出了错呢，它还有很强的纠错机制，它这一点特别重要。你看世界上出现过的那些超级集权的那些大国，比如说苏联，它最后为什么败落下去啊？因为它的决策机制啊，很容易做出来巨型的错误决策，而且出了错也没人能纠正。那常常一个错误贯彻它10年、20年，那你这个经济怎么受得了啊？当然了，好多人对美国当前出现一些这个集权倾向很担心啊。那我个人是非常乐观的，美国是有很强的纠错能力的，完全不用担心未来长远的发展。所以说啊，你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你要选最好的森林啊，最好的指数基金，我觉得肯定是首选美国。那选定了森林，怎么来买呀？那首先就是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和标普500指数基金如何搭配，你各占多少呀？我个人呢倾向于纳指占20%，标普占80%。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希望这个科技行业和传统行业啊，大体上它保持6:4的比例。因为未来经济发展主要靠科技力量的推动，所以我希望科技行业呢占的比例略微高一点。纳指呢，它就是科技行业，标普呢大约有一半也是科技行业，所以这2个基金呢，我要是按照2:8来配置，那正好能让这个科技和传统行业保持6:4左右的比例。那其次呢，是什么时候买？市场的波动很难判断，那我们就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是每月定投啊，不管你涨还是跌，每月固定一天啊，固定金额，我就买这个2个基金啊，长期持续买，一直买它5年、10年、20年。你这样做可以摊平成本啊，你有的时候买的贵啊，有的时候买的便宜，但长期来看成本不会太贵。那当然我还可以再略微灵活一点，比方说遇到特别大的大跌了，那我就多买点啊，遇到大涨了，我就少买点啊，这样能让我的成本呢得到更好的优化。那从哪里买呢？那在中国大陆以外的话，那也很简单啊。那在中国大陆以内，你可能得买这个场内的纳指100或者是标普500的 ETF， 你也可以通过港股通到香港市场去买。那你要注意，在大陆场内买啊，它会有个溢价，就是买的会贵一点。但是我觉得你是长期嘛，我觉得以这个溢价也可以接受。当然，如果你有选择能够到海外开账户去海外买，那当然是最理想的。我觉得未来有可能这个经济的加速会超过我们的想象。当然未来不可预计哈，也有可能会陷入比较长一段时期的全球性衰退呢。但是这个组合大概率可以让我们显著的超过这个银行存款，业绩应该不会太差。那最后朋友们，我强调一下，我这个研究首先是指导我自己的生活和投资的依据，我没有办法保证一定正确，我很可能因为认知不足而犯错但是我的研究是真诚的我提供给大家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观众朋友们应该对自己的投资生活做自主的决策。好，朋友们，欢迎关注老管解牛，我们一起提高认知，实现自由。关注的时候别忘了打开小铃铛，这样我有新作品上线，你就可以立即收到我的通知。好，我们下期再见。